本视频演示一下用 Claude Code 操作 VNGE 的玩法。来布置一个简单场景，比如我们要建一块背景墙，先在工作室准备一个立方体做砖块，然后告诉 AI 想要的做法，指示越是明确，结果也会更加符合预期。对场景中物品做批量修改更加拿手。稍微复杂点场景，比如这个场景中将一个课桌椅复制多个并排满教室，再安排的自然一点，就要多次提示并纠正 AI 才行。我费了一番口舌才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。Claude Code 最拿手的还是编程，来演示如何让 AI 做一个拼图游戏。场景中的9块拼板是手动搭建的，先让 AI 学习一下会比较好。AI 猜出我要做的是拼图，但它把左右搞反了，所以纠正一下它的错误，并开始指示 AI 做第一个碰撞箱。记得需要打开开发者模式。碰撞箱确认没有问题，接下来为其他拼板做类似的碰撞箱就很简单了。这点小事对 AI 而言毫无压力，接下来开始上难度，要它帮我们编程了。我提示的还是很清晰的。一番思考后，这2个 action 就做出来，而且 AI 还自己检查过才提交的，表扬一个。下一步就是做游戏核心玩法了。这次 AI 一会儿就搞定了，做了1次后，第2次就变快了。如果有文档或 skill 教它一下，还能更快。下一步做个计数器，场景还是我手动搭建，然后告诉 AI 要怎么操作，让 AI 自动搭建场景，效率还是低。打字说明的功夫都自己搭建好了，但编程它还是有一套的，告诉它需求，具体实现它自己会去想办法。MSP 包里面有一些 MD 文档，叫 AI 事先看一下，事半功倍。最后再加点难度，让它加上开始按钮和动画效果。不过按钮的位置和文本还是我手动搭建后告诉它的。这次主要考验它生成代码的能力。一番天人交战后 ，AI 总算把代码写好了。这个修改花了很久，大部分时间用来琢磨怎么做动画了。看 AI 的心路历程是想找携程的方式，但 VNGE 没有相关 API， 最后他找到了计时器来做。虽然和我的预期不同，但也可以啦，反正效果是一样的。整体而言 ，AI 的表现都符合预期，成果物测试都正常，没有 bug。将来多给它喂点知识，效率还能提升。这次的演示不是为了测试 AI 模型的能力，而是 VNGE 的 MCP 的功能。全程我只负责搭建场景，把最难的 VNPHY 中的碰撞、触发和动作全部交给了 AI 来做。通过 MCP Claude Code 直接控制了工作室，全程不需要我在 VNPHY 中操作什么，代码的测试当然也由它包干了。这个游戏很简单，所以我一步步指示就可以。更复杂的项目可以用计划模式，可以编写 Claude.md 文件，这都是 Claude Code 的技巧，这里不多说了。希望 AI 时代给工作室玩家带来更多福音。